战列舰的甲板应该跟坦克的顶部装甲一样，要越能扛揍越好啊。可它为什么要用木头呢？你看这些照片啊，气派吗？是够气派的呀，但气派就能挡住406毫米粗弹头的轰击吗？气派就能改变木头它易燃的天然属性吗？气派它就不会发霉腐朽吗？别说这些还真能办到。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二战时战列舰和航母上普遍使用的木头甲板。首先，它为什么要用木头呢？难道用更加坚固的钢材就不香吗？答案其实很简单啊，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个就是它导热慢啊，可以非常有效的防止在太平洋的烈日下直接变成太平间，把甲板下面的水冰给统统烤熟了。想象一下，夏天里面停在露天的汽车不开空调，你钻得进去吗？可在那个年代啊，战舰上的空调呢，还只是些吹过凉水的风扇而已。是不是凉水还不一定呢？所以就要尽量从源头把热给控制住。相比起金属啊，木头的导热速度当然就慢上很多啦。另外，航母不仅要照顾下面，还得要同时照顾上面才行啊。在热带地区，甲板表面的温度呢，轻松就能上到60摄氏度。飞机在这种地方停久了，起落的时候呢，非常容易爆胎。所以用温度较低的木甲板呢，就更为稳妥了。用木甲板的第二个优点啊，是它重量轻。早期的航母普遍存在重心偏高的问题，而减少甲板的重量呢，是能够提高舰艇的适航性的。这对于需要起降飞机的航母而言，更是十分重要了。第三点啊，是它更防滑。钢铁甲板再怎么防滑处理呢，还是没有木地板防滑性能好啊。在复杂海况上更是如此。以前海战开始前呢，舱室内或者是站位上没有木甲板的地方，都是要提前铺上沙子的，怕的就是滑倒所带来的战损了。第四点啊，是相对较软的木甲板呢，比较能够防磕了，尤其是在晒炮弹的时候。战列舰呢是需要定期的把主炮用的炮弹摆放在甲板上晾晒防潮的，这玩意儿又大又重，一个稍不留神手滑流下来磕到甲板上了，你是心疼甲板好呢，还是心疼炮弹好呢？还是我宁愿心疼甲板啊，因为它变点形没啥关系，但炮弹要是变了形，轻则射击时失去准头，重则容易卡在炮管里面发生事故。木头是不是又要比钢铁更好呢？还有最后一点啊，它方便维修嘛。轻一点的稍微打磨一下就光洁如初了，重一点嘛也是坏了哪一块就直接换掉哪一块嘛，怎么的也要比变了形的钢甲板来的容易许多吧。有的航母呢甚至是没有装甲防护的，甲板下面呢就是一层横梁，遇到被砸坏的情况，只需要把下面的横梁修好，重新铺上木甲板就可以正常起降飞机了，真正实现了秒复原呐。你说在战场上这是不是一种优势？好了，但它毕竟是木头啊，难道不会更加易燃，也更加容易被海水腐蚀吗？那是便宜的木头啊，这个可是需要生长半个世纪才能成材的柚木哦，是个绝对的奢侈品，穷国用不起，富国也只舍得把它用在自己最高端的主力战舰上。柚木的特点是浮力足、耐腐蚀还驱虫，因为它天然就含有硅元素，所以既不怕海水浸泡，也不怕太阳暴晒，甚至还不惹船驱，可以几十年如一日的在船上服役。就连铁钉都已经被时间熬来锈烂了，它还依旧风华正茂啊。1980年，当美国海军准备重启已经停了10几年的新泽西号战列舰时呢，决定对它的一些木甲板进行修复。但是考虑到柚木既贵还必须要进口，所以干脆就想了一个省钱的招，使用复合木甲板，上层大约2厘米呢，还是使用柚木，但是下面的5厘米却用冷杉木来替代。钱的确是省了啊，但是几十年过去，它就变成这副模样了。当上面的柚木还没啥肉眼可见的变化时呢，下面的冷杉木已经完全锈成了渣渣，还是要整个换掉啊！可见柚木耐用可不是盖的，而且也挺耐火啊。一是这些柚木呢都是经过了防火阻燃处理的，二是就算是烧起来也不可能一烧一大片嘛，铺起来还是相对容易的。好了，理由呢大概就是这些了。最后给你留个问题。你说甲板上可以铺上木地板隔热降温，但是炮塔上面呢？炮塔顶上也是要铺木板的吗？要是不铺的话，靠什么来降温呢？留言告诉我吧。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弄丢一半的机翼还能再飞回来吗？这种事情在战斗机上还有可能会发生，但是换到民航客机上呢，就完全别指望了。为什么？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咱们今天呢先看2个飞回来的例子，通过它们你就能明白区别所在了。
第一个例子啊，发生在1945年1月27日的二战期间，主角是一架外号空中坦克的 P-47雷霆战斗机。叫它空中坦克呢，一点也不过分啊，因为它装配了8挺12.7毫米的机枪，能够以每秒100发的速度向对方喷出火舌。除此以外呢，它还可以挂上5英寸的火箭弹和多达1100公斤的炸弹，几乎相当于 B-17轰炸机一半的载弹量了。于是总重就来到了8吨的水平，成为二战当中最重的战斗机之一了。为了把这么个大家伙推上天空呢，他用的发动机也堪称是个怪物了。普惠 R2800双排18缸新型活塞式发动机，可以输出超过2500匹的马力，所以他的设计师卡特维利才说啊，它的确是只恐龙，但却是一只灵活的恐龙。还形如雷鸣，弓如电击，皮厚力大，弹足炮出，这样的恐龙不用它打坦克，岂不很亏啊？所以当天啊，驾驶他的巴西第1战斗机中队的飞行员雷蒙德中尉呢，执行的就是打坦克的任务了。他们的目标是侵入意大利北部的德国重型坦克虎式。战斗开始啊，12架 P-47呢专注于攻击地面部队，帮他们防守空中的是另一款二战明星机种喷火。雷蒙德中尉打得很爽啊，因为 P-47本来就很擅长高速俯冲的战术嘛，再加上他呢技高人胆大，所以往往冲的就非常低，准确率相当可观啊。第一次俯冲，他用1000磅的炸弹送2辆虎式回了老家。第2次俯冲，他又用火箭弹灭了第3辆虎式。到了第3次俯冲，他发现啊，附近居然有一个坦克工厂，这不是白送给他的军功章吗？于是就冲了过去，准备用剩下的8挺机枪打出新的战绩。不过呢，他忽略了一个问题啊，因为德军的88毫米重型高炮不是摆设啊。在他第1次俯冲的时候呢 ，P-47的机翼就已经被炮火洗礼过了，受到了一些损伤，丢掉了一些重量，只不过呢还不够严重，所以雷蒙德并没有察觉出来。虽然他的确感到，飞机在拉起的时候呢，明显变得更加轻盈了，但是扔完炸弹不就该是这样吗？而等到他第2次俯冲完毕啊，受损的机翼和机身又被气流刮去了一部分，变得更轻了，所以第3次的俯冲速度已经快到要收不住了。当雷蒙德发现工厂里面有一些高耸出来的大烟囱时呢，他根本就来不及避让，于是，在750公里的时速之下呢，他的 P-47右翼几乎被完整的削去了一半。但神奇的是 ，P-47居然没有失控，而雷蒙德则猛拉了一杆，让飞机以几乎垂直的角度迅速升入了高空。按他的话来说啊，只是觉得阻力好像一下子就大了上去。为了抵抗丢失的机翼带来的升力下降和阻力上升呢，雷蒙德把发动机的油门推到了最大18缸引擎的全速轰鸣，足以抵消一个人的恐惧啊。他开始熟练的掉头，冷静的向基地飞了回去。虽然在降落的时候速度比平时快了一点，但这架掉了一半翅膀的飞机呢，居然还是稳稳的停在跑道上啊，堪称奇迹啊。不过嘛，跟我马上要讲的第2架飞机比起来，好像也就没有那么奇迹了，因为它是速度达到了2.5马赫的F-15，而且被接去的机翼呢，几乎就连个根部都不剩了。你看这个画面就说夸不夸张吧。F-15其实是美国人在恐惧之中被逼出来的一架飞机。1950到1960年代冷战之中的苏联呢，在空中力量上还是具有足够威胁的，尤其是战斗机。可变后掠翼的米格23本身就比美国当时的主力 F-4幻影厉害了不少。当全新的米格25被推出来的时候呢，就更把美国人吓得不轻了。五角大楼的分析师认为啊，这架拥有大翼面、双引擎的战斗机呢，完全可以轻松的碾压美国。尤其是1971年的3月，当以色列的雷达操作员在他的屏幕上发现了一架速度超过3.2马赫、高度超过了任何一架 F-4上升极限的苏联战斗机时，这种恐惧的气氛呢，到达了顶点。五角大楼于是当即做出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以最快的速度拿出一架能够与之 PK 的战斗机。它便是在短短5年之后就诞生的 F-15了。装着2台带加力燃烧式的普惠 F100PW220 涡扇发动机 ，F-15能够轻松突破2.5马赫的极速，并且呢，这2台发动机实在是太强大了，强大到它们所提供的推力比 F-15的自重和落在它身上的全部阻力加起来还要更大。我们换句话说就是啊，假如把 F-15立起来，像火箭那样垂直发射，它都是可以飞起来的。升力啥的，有更好，没有啊，那也行啊。于是正因如此呢，在1983年5月1日那天，2名以色列飞行员才能成功的将完全失去一半机翼的 F-15开回了基地。连生产商麦道看了照片都直呼不可思议啊！翻译过来就是，赶紧来买我的飞机吧。事情的经过简述如下啊，当天以色列空军第106和116飞行中队呢，正在
再进行一次模拟训练。2架 F-15D 起飞去拦截4架扮演成想要攻击己方机场的 A4 攻击机。结果就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呢，意外发生了，一架 A4 直接撞上了它正下方的 F-15，当场闪架。而 F-15呢稍微幸运一些啊，只损失了一侧的机翼而已，没有闪架，但却立刻旋转着向下坠去了。混乱当中，2名飞行员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损失有多么严重，于是还想要极力的夺回控制权。这个时候啊，前排飞行员内迪维凭着本能做了一件完全跟手册上相悖的操作，打开了发动机的加力燃烧室。瞬间，2台普惠发动机推力从14590磅猛增到惊人的23770磅，飞机竟然慢慢停止了自旋，重新把头抬了起来。松了口气的飞行员呢，向自己的右肩往外看去，只见一堵有燃料形成的蒸汽墙挡在眼前，什么也看不到嘛，所以依然无法对损伤做出评估。好在啊，飞机还能开，他们意识到就在离这里16公里的地方呢，有一个简易的机场，或许可以迫降下去。但是着陆的前提必须要减速啊，而他们只有维持高速才能保持稳定，这简直太矛盾了嘛。幸好 F-15上面的飞行电脑相当给力，再加上这2名飞行员的技术也不是盖的，他们居然就用比正常快了1倍的速度安全着陆了。直到离开座舱的那一刻，他们才看到自己到底完成了怎样的壮举。以上就是丢了一半机翼还顺利飞回来的例子。那么同样的情况可以复制到客机上面吗？当然是不行的了。主要呢是有2个原因啊，一个是你听完我讲完那2个故事就应该知道了，他们用的发动机都太强了嘛，推重比甚至已经大过1了。所谓大力飞砖，这不就是真实的案例吗？而客机发动机的力气再大呢，也不可能大过它本身的重量的，所以它要飞起来只能靠机翼产生的升力才行啊。这正好就把我们带到了第2个关键点，升力。你看现代战斗机的机身很扁，对不对？因为它也是要产生升力的，所以即使机翼丢了一点，也还有机身的升力在那儿挺着，不至于呼的一下就掉下去了。但客机能把机身做扁吗？抱歉啊，为了保证舱内的通透性和舒适性是万万不可的，于是就当不了升力体，也就无法提供升力了。一旦唯一指望的机翼都没了，那还有啥希望呢？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印度自造的航母到底行不行？先让我们来看一段视频。可以明显的看到，这艘标准排水量达到4万吨的中型航母维克兰特号，在其第2次海试的时候呢，跑出了一段奇怪的浪花。跟大多数舰船带来的一字形尾流不同，它的尾流是鱼刺形的，而且字还不少哦。看到这个画面，大家的热情就都被调动出来了，网上一片讨论的声音，纷纷都在揣测为什么维克兰特号能够如此之浪，而它浪成这样，对其战斗力究竟有没有影响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也来聊一聊。首先啊，它为什么这么浪？仔细看视频，我们就可以发现，维克兰特号的起伏呢非常明显，所以鱼刺状的尾流显然是被船手一下一下这么砸出来的。国内的文章大多把它的这个动作呢形容为磕头，一步一磕头嘛，是在请求老天保佑吗？所以印度人是非常反感的，在国外的网站上，他们就跳出来解释了，请注意你们的用语，磕头可不是什么好话，咱们要用专业的术语，请叫它重摇，而且所有船都是会重摇的呀。我们这艘呢，重摇的幅度也是在正常范围之内的。所以到底什么是重摇？当船只绕着自己的横轴上下震荡时，它就是在重摇了。引起重摇的因素很多，比如糟糕的海况，一个巨浪打过来，把船手甩到浪尖，再派入浪谷是很正常的事情。比如呢，动力的欠缺，骑浪前行是需要力量来支撑的，你骑不了浪，那就只能让浪来骑你呗。或者再比如糟糕的设计，缺少稳定船身的必要结构，重心和漂心不在一个位置等等，都可能让一艘船在浪起来之后根本就停不下来了。所以维克兰特号究竟该对上哪个号呢？大家普遍认为应该是对第3个，因为第一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海试当天海面相对来说还是相当平静的，不太可能把重如航母那么大的一艘船呢甩成那样。第二，当天的科目呢就是高速机动，再加上海浪又不大，说是因为动力不足，理由不充分嘛。因此就来到第3项了，设计上有所缺陷，被诟病最多的是说它缺少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球匕首。关于球匕首我之前有一个视频应该讲得很清楚了，大家可以去看看。它最主要的作用是减小船只高速前进时所形成的心波阻力，从而实现高速
省油的目的。但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作用啊，就是用一个巨大的鼻子伸在前面，是可以增加船只的重摇阻尼的，在一定程度上就能抑制或者减小船只的纵向摇摆了。但维克兰特号呢，就是偏偏没有这个玩意儿。这个呢就很容易让人拿出来说事儿了啊。虽然在现在的一些低速商船上正在慢慢取消球匕首，但那是因为他们本身对速度就没有什么要求嘛，用了球匕首意义也不大，反而增加了造价，与经济省钱的初衷呢背道而驰了。而你维克兰特号是一艘军舰啊，跟商船一起起啥哄啊？难道既不想要高速，也不觉得重摇会是什么问题吗？这就奇怪了啊！于是很多人嘲笑说，是负责建造的科钦造船厂没有一个把数厘米厚的钢板弯曲成一个精确三维曲面的能力啦，造不出球匕首嘛。但反驳也很来劲啊，马上就贴出了该船厂在建造带有球匕首的船只时的照片，来证明，我能，只是我不想而已。也有很多人说啊，没有球匕首的航母呢，就是没有灵魂的航母。反驳的也马上给怼回来了。大部分的美国尼米兹级航母不也没有球匕首吗？你看美国的天有没有塌下来呢？总之啊，印度人说咱这个设计呢就是合理的，摇不摇什么的也是在我们的掌控之中的，所以这次海试呢完美成功。好吧，如果不关球匕首的事，那就是飘心和重心不在一起了呗。军用舰船的水线泡面呢，通常是狭长的子弹型，船舶设计者和制造商需要格外小心的为其配重，以使它的重心与飘心重合。如果两者不在同一个铅垂线上，那么只要水面稍有起伏，船只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生重摇了。维克兰特号会是这种情况吗？大概不是的，因为你看啊，人家航母上还没有载有压秤的飞机啊，说不定把甲板上的飞机一装，食堂里面的咖喱打满，飘心和重心就神奇的吻合了呢。让你们这些人先傻乐一下吧，何妨呢？好吧，对此你是怎么看的呢？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这个设计啊，马斯克都不敢玩，他最多也敢在自己的新舰屁股上绑29台发动机而已。但英国人居然就敢在1950年代差一点造了一台绑了56台发动机的飞机出来，这个脑洞没谁了吧？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呢我们就来讲讲它。其实准确讲呢，这个装了56台发动机的怪物并不是飞机，而是飞机的一部分，用于垂直升空的托举平台而已。它的结构设计图和组合起来的概念图呢是这样的，你看啊，其目的呢就是为了垂直的将上面那架由英国电气设计代号为 P-17A 的三角翼战斗机举上高空的，等达到一定的高度和速度之后呢，再释放它独自飞行。我查了一些资料啊，有的说下面那个平台代号 P-17D 装的是56台劳斯莱斯的 RB108 升力发动机，但也有的说啊不对啊，它明明装的是44台固定喷嘴和16台倾斜喷嘴以及10台可旋转喷嘴的发动机，所以一共是70台。但不管真的是多少啊，大概都是发动机制造商的美梦，维修工程师们的噩梦吧。甚至呢，我看有的网友调侃说，如果这个方案真的被选中了，英国著名的航空发动机制造商罗罗就不会破产后被领养了。所以这个方案究竟是为了哪个项目而生？而这个项目最终又选了哪个方案呢？我们继续啊。它就是英国皇家空军在1957年5月发布的第339号通用作战需求，简称 GOR339 了。需求中明确提出啊，为了在60年代中期接手可能会过时的坎培拉轻型轰炸机，英国空军需要一架全天候、长航程、低空跨音速、高空超音速、能扔核弹、能在简易机场实现超短距离起降的理想机型。这种几乎接近妄想的需求，肯定会催生出很多奇葩的设计嘛，比方说我们上面已经提到的 P-17A 和 P-17D 这样的组合怪胎了。但是你也不能一味的就在图纸上爽啊，必须要有真的能造出来还能飞得上天的东西才行啊。于是这些英国的飞机制造商们只好收敛了一点，最终在空军部的撮合之下呢，勾在一起设计出了一个名为 TSR-2 的超音速核轰炸机，它长成这副模样。至于好不好看呢，每个人的审美不同啊，但是在那个年代这样的造型算是相当清奇科幻了吧，尤其是把它跟坎培拉放在一起做对比的时候。的确啊，此机一出便轰动全球，被誉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军机，毫无疑问地登上了英国航空工业的巅峰。我们来看看它究竟是怎么鹤立鸡群的。先来说航电系统啊 ，TSR-2 综合使用了多普勒导航、惯性导航和大气数据计算机，它们彼此纠错，使原本就已经非常精确的导航变得更是奋力不差。EMI 公司研制的测试雷达，费伦提公司研制的单脉冲地形跟踪雷达，埃利沃特公司研制的机械加线传混合
和自动飞控系统，让 TSR-2实现了61米超低空下的1马赫贴地飞行。关键是在这些过程中都不需要飞行员额外分出什么精力来，飞机自己就可以完成了。接着咱们再说说它先进的自主燃料平衡系统。它能够根据燃料的消耗来自动调整其存放的位置分布，使战机的重心呢始终位于最佳位置。前几天我讲的客机上的配品油箱什么的，在它面前弱爆了。然后还有全展长的后缘吹气襟翼，它可以在起飞时偏转30度，降落时偏转50度，并有2台安装在发动机上方的高压压气机，直接把气给吹上去，大大增加了机翼的升力，使其即便在低速飞行的情况下呢，仍然具备出色的操纵功效。同时襟翼吹气管道呢，从一根一直延展到下反翼尖，机翼完全水平，没有上下反角，翼尖下反37度。这个设计呢，看起来虽怪，但却能进一步提高在低速和低空飞行时的稳定性。所以就这些了吗？哪里啊？至少还有一样值得一说，起落架。为了满足军方苛刻的要求，它可是这架飞机上最复杂的设计之一了。因为要在粗糙的跑道上起降，所以它的强度要高，阻尼要好，减震也要够出色。同时呢，还要能够被收进本就已经十分狭窄的机身内部，而且在收放过程中呢，还必须要维持飞机的重心不变才行。你说它难不难吧？很难啊。可即便这样，工程师还不准备放过它。为了缩短起飞距离，就要增加弓角。可增加弓角就容易插尾啊，怎么办呢？那就在滑跑的时候把起落架的小车往下顶呗，靠这样来增加离地间隙，为更大的弓角留出空间。好了，其他的先进之处呢，还有舒适的安全座舱、强悍的机身材质和澎湃的发动机等等，实在太多了，咱们就不一一细说了。总之它绝对成为了重整大英帝国在世界航空工业中领导地位的关键先生。可这位关键先生最后也没有真的关键起来啊！从巅峰到落幕，只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了短短的5年时间，而且走的时候呢，也尊严丧尽啊！为什么呢？这里面当然有技术的缺陷和成本的超支，但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还有当时英国动荡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环境，以及官僚作风和内斗了。国防大臣邓肯上帝是坚持认为，载人飞机将逐步被更快、更优越、成本更低的导弹所取代。这种导弹万能论也对正在研制中的飞机项目造成了叠加伤害。尽管当时就有许多有识之士认为他的观点是非常荒谬的啊。再加上被强拧在一起的瓜不甜嘛，3家打包成 BAC 不列颠飞机公司的英国电气、维克斯、阿姆斯特朗和布里斯通本来就不对付，尤其是英国电气和维克斯老宿敌了，你让他们齐心协作可能吗？所以就是各种勾心斗角啦。最后好不容易拼凑出来的原型机，终于在1964年大选之前呢，被王牌试飞员罗兰·比蒙特开上了天，帮他继续又争取了一些时间。但是等到1965年初尘埃落定，这架传奇飞机还是被锁进了历史的保险箱里面。不，政客们怕它会死灰复燃，所以下令完全销毁，最好什么都不要剩下。于是4架原型机，1架被焚烧到灰烬，1架被拉到靶场，在弹雨中化为碎片，另外2架好不容易被保了下来，估计也就只剩个壳子，放进了博物馆里面。当然，同时被停下来的还有英国的航空工业了。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火箭树，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